贫道未对如今的天庭效命。白泽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，将酒杯放下，双手搭在膝盖上。若真说起来，贫道是被水神大人逼上了绝路，为了活命对水神大人效忠。你那神通趋吉避凶，上古时贫道袭杀你这么多次，都不得已落空。你莫非也老了？此事说来话长啊，终究是我棋差半招啊。利用我这神通将我逼上绝路，最后更是在我躲入混沌海之前找出了我的所在。莫要感觉你今日输的委屈了，你自己撞上来时已是注定了今日之局。这里非洪荒，是无序的混沌海，也不会有天道影响你做出判断。简而言之，自寻死路了。鲲鹏笑到一半，目中满是悲凉。不曾想，贫道纵横一生，而今是在此地葬于后辈之手。你凡事做绝，恶事做尽，最后天怒灵怨，不为洪荒所容，何该有这般下场？少拿命中注定4个字大放厥词！你自以为谋算万事，决胜洪荒，一力建起妖庭，搭建起上古圣祖。实际上，你也不过是被天道玩弄的棋子，是被那些先一步抵达着洪荒天地顶峰的生灵肆意摆弄的法器。白泽，你可知洪荒何事最荒谬？白泽沉默了一阵，面容略带无奈。你我经历不同，遭遇不同，自是感悟不同。贫道对你也算了解，试着推敲一下，你觉得最荒谬的无外乎2件事。其一，觉得自己不过是在走远古时众大能的老路，夺宝杀生，不择手段强大自身，却被后世本与你无关的善恶观打为了极恶之徒。你本是上古一方霸主，却要被那些只知用善人标榜自身的后辈唾弃。其二，妖族本身都错了。哦？白泽挑了挑眉头，鲲鹏笑道：贫道行事不问善恶，只问因果，不循规矩，不择手段。所谓善恶仁义，不过都是虚假之物。洪荒始终是强者至上，而所谓的秩序，不过是强者为了巩固自身地位，强加给弱者的樊篱。强者要杜绝后世诞生出能够威胁到自己存在的生灵。白泽，你若非今日坐在此地，面对要被抹杀的贫道，怕是永远不会知晓妖族为何而立吧？你说这些都已无用。你怕了？鲲鹏目中亮起淡淡的光亮。妖族不就是当年道祖红军为了算计盘古一族，一手扶持起的？你真以为你这趋吉避凶的神通是天道白白给你的？你走的每一步，做出的每个选择，不只是你，还有那2个妖帝、妖庭种种，都在红军掌控。只因巫族是盘古一族，本身不受掌控，所以有了巫妖之战。用你们的话来说，什么是极恶？道祖就是那个先行者，远古时代真正走上众生巅峰的存在。你可知道祖当年杀罗侯用的是什么神通？贫道看到了，那是巅峰肉身搏杀之战。道祖在洪荒传下的是什么？能被天道随意影响的元神道。最荒谬的就是这般，明明贫道最是崇拜道祖红军，而到头来却只是在妖庭陨落时得了他一个眼神注视，就落到了这般凄惨的境地。
贫道那次被通天追杀，重伤濒死，最后又逃得性命，才想明白了这般道理。红军绝不会允许有第二个他。白先生，李长寿的嗓音打断了鲲鹏的话语，他自后飘来，已经是到了鲲鹏面前。不必让他多说下去了，彼时的妖师已死，而今不过是上古不愿逝去的孤魂，满是怨气，再无气概。白泽轻叹了一声，站起身来，后退2步。动手吧，金鹏。谢老师。金鹏鸟抱拳做道揖，张手握紧小鹿神枪，几乎倾尽自己的全部力道，一枪对着鲲鹏的头颅灌去。稳妥起见，李长寿在小鹿神枪击溃鲲鹏额头的瞬间，发动太极图威能，剿灭了鲲鹏元神。鲲鹏残躯欲化为本体，李长寿手中乾坤尺自行飞出，引动完整的乾坤大道镇压其上，让鲲鹏化作本体时也不过是3丈长短。随之乾坤尺与混元金斗合力，李长寿与云霄一同出手，将鲲鹏残躯纳入混元金斗之中。混元金斗有溯源反出之威能，云霄仙子得了李长寿反复叮嘱，此时全力出手，将鲲鹏尸身炼化。洪荒一代狠人，大名鼎鼎的极恶生灵，就这般尸骨无存。对此，白泽只是一声长叹，将之前摆在鲲鹏面前的酒水洒在这一处洞府。李长寿则是仔细地搜寻周遭是否有残魂残留，并将鲲鹏的血迹残片用3昧真言细细燃掉。金鹏拄着鹿神枪低头行礼，又沉默一阵。李长寿关切地问：怎么？他终归也曾算是我们凤族之灵。云霄完全炼化了鲲鹏尸身，在李长寿感知之中，差不多半个时辰之后，一行人踏上归程。回去的路上依然是金鹏展翅齐飞，但是白泽也化作人形，坐在李长寿云霄面前，面容之上满是唏嘘。人叫老坐骑，需要倾诉啊。鲲鹏本体已经是千疮百孔，处置起来并不是什么难事，但是杀了鲲鹏，李长寿的心情意外的很平静，没有什么成就感，也没有什么愉悦感，反而有一种目睹一个时代落幕的悲凉萧瑟，以及心底挥之不去的疑惑。鲲鹏所说的那些话并未动摇李长寿的道心，他对道祖自还是一如既往的敬重，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，自会得出不同的结论。而今洪荒的秩序本就是源于道祖合道，6圣归位。鲲鹏作为远古余孽，能说出这些话本就是在情理之中，若是被鲲鹏3言2语就蛊惑，那才是真的笑话。当然了，李长寿本身对道祖就有足够的警惕，绝不想成为浪前辈第2。只是自己为何总觉得今日之事有些不对劲儿呢？很快，云霄在混元金斗中取出了鲲鹏的遗产。李长寿道心中的那一份疑惑越来越明显了，这鲲鹏怎么这么穷呢？李长寿拿到了一只绝品储物灵宝，那是一只玉扳指，其内竟然只有一堆毫无灵性的破瓦烂铜，以及几样罕见却没什么用的稀有宝材。仔细想想，这般也很合理。鲲鹏有伤在身，在混沌海中无法得到灵气恢复自身法力，只能够依靠自身的储藏。漫长岁月过去，伤势未能痊愈，法力未能恢复，这储藏早已经耗尽。他不敢回返洪荒天地，甚至不敢离洪荒天地太近，也就得不到补给。鲲鹏终究是洪荒生灵，在混沌海中虽然可以生存，却无法生存的舒适。怎了？见李长寿一直是眉头紧皱，云霄轻声问着，依然觉得有些不太对劲儿。鲲鹏死得太简单了一些，为师反常。白先生，鲲鹏可有什么厉害的法宝？这倒是未曾听过，见过鲲鹏出手的生灵大多都已被他抹杀了。
说实话，鲲鹏当年的神通法宝到底是哪般，两位妖皇都不甚明了。鲲鹏有一口鼎，有一只宝壶，还有一盏古灯。李长寿在那玉扳指当中搜寻了一二，很快将这3样毫无灵性灵力的先天灵宝拿了出来。这灵宝已经死了，被鲲鹏吸尽了灵，只不过是废石一般。这次竟是白忙一场，他连法宝都不放过。能除此大恶，已是幸事。这或许是师尊特意的安排。那鲲鹏尸身练出了什么？可有奉祖本源？只是一些灵气，以及些许道则碎片，都已自行消散。白先生，你确定这是鲲鹏？师神，那极速别无二家。也对。李长寿略微有些懵，心底的怀疑却始终不曾退却。他盘坐在金鹏背上仔细想着，很快就拿出了一张空白的卷轴，低头写写画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李长寿抬头看向白泽：“白先生，比试一番。”“哦，如何比啊？”“假如你我是鲲鹏，陷入上古末期那般绝境，在偷了石凤本源之力，又在圣人追杀下侥幸逃脱之后，该如何布置，让自己活命？”白泽不由一愣，低头思索一阵儿，不由眼前一亮。有蹊跷。哪般蹊跷？鲲鹏为何要在洪荒边缘徘徊，而不是遁入混沌海深处？白泽双目瞪圆，精神大振。他都已这般虚弱，不敢靠近洪荒天池，又何必非要在天道之力投射的边缘建造那洞府，让6位圣人都知他还活着？李长寿嘴角的笑容更浓郁了一些。还有吗？白泽沉吟一二，侧旁的云霄仙子也轻轻皱眉，认真思索起来。很快，白泽陷入沉思，云霄陷入沉思，借着现仙剑观察此地的通天教主也陷入沉思。又不知过了多久，云霄轻声道：“会不会是因鲲鹏过于自负，以极速为荣？”一个极度自负的生灵，为何会在尚未落到下风，只是刚跟咱们交手2招，就要果断地扭头遁走呢？鲲鹏并非自负，他凶狠狡诈，哪怕是出手对付渡仙门掌门季无忧这般勉强算作高手的生灵，都会全力以赴，不留后患。这种生灵被咱们没费力就灭了，可他临死前的那一瞬间的恐惧也非作假。鲲鹏的急速咱们刚才也见证到了，不可能有第2只鲲鹏啊。为何不能有第2只鲲鹏？李长寿如此反问，白泽哑口无言。云霄道：“将他尸身硕本回原之后，寻不到一丝石凤本源之力，这难以解释。远古时，我也曾感受过石凤的气息道韵，在这鲲鹏身上寻不到半点。”白泽捏着山羊胡，我怎的汗毛都要竖起来了。啪啪2声，李长寿拍了拍手掌。咱们不妨做一个大胆一点的假设，这个假设也是我刚才穷举了各种可能性之后，唯一能够解释清楚各类疑点的假设。关键节点就是在通天师叔追杀鲲鹏，鲲鹏重伤濒死，但侥幸逃脱。鲲鹏背上那一条巨大的伤痕应该是通天师叔所斩的，而那一次濒死的鲲鹏做了一个选择。白泽身体禁不住前倾。什么选择？金蝉脱壳，或者是自我分裂，或者是其他神通。总之呢，不知他用了什么办法，重塑了另一个自己。假定是脱壳那一套，他很有可能是将原本的旧退遗留在洪荒天地边缘，等待被圣人斩杀。新诞生的灵体远遁混沌海深处。旧退拥有他自我分裂前的所有记忆，却被抹掉了自己做出这个决断时的记忆。换而言之，旧退不知道自己已经分裂，误以为自己能不死，全凭着石凤的本源之力。而那新诞生的灵体，除却拿走了记载元神分裂之法以及石凤本源之力，并未带走其他任何宝物与灵石。一个完美的假死脱身之计就此达成。自然这都是假设，假设今日我们杀的只是旧退，那
真正的鲲鹏早已经扎根混沌海。白泽面色有些发白，皱眉。可有什么佐证？李长寿笑了笑，在那玉扳之中拿出了一块石板，递到了白泽面前。上面有2句话，或许是救退鲲鹏察觉到了异常。一句是为何总觉元神有所缺憾，另一句是为何总不想去混沌深处。白泽接过石板，低头仔细地端详一阵，面色有些泛白。李长寿将仙石沉入扳指中，开始搜寻其他的证据，来支持自己这一个大胆的假设。但是当他将一堆废掉的宝物摊开，瞳孔猛然一缩，凝视着被2只锈迹斑斑的铁叉压住的那只包裹着莫名道韵的铁环笔记本。鲲鹏难道就是浪前辈？李长寿愣了一下，但是很快就否定了这般想法，确定只是款式明显属于上辈子，但材质却是洪荒宝材的笔记本，是鲲鹏的收藏品。云霄轻声问：可是又发现了什么？李长寿点点头，拿出了一些废掉的宝物，却并未动那一本笔记。这件事已经是洪荒禁忌，越少人知道越好，不然很容易引火上身。倒也算是意外的收获。混沌海深处，距离洪荒不知多远之地，一条漆黑的山脉耸立在混沌海中，周遭流转的大道之力将一缕缕混沌气息隔绝在外，搭建起了类似于洪荒天地的秩序。若用洪荒天地的标准来判断，这山脉长有数千里，而当鲲鹏被太极图剿灭元神的一瞬，这山脉最为高耸的山头上，一双如深渊般的漆黑眼眸睁到了最大。